注意看，眼前这个少女已经昏迷了130多天，醒来后发现，一只眼睛竟变成了蓝色，眼前浮现彩色斑块。她伸手去触，却摸不到，扭头一看，酒精棉和鲜花上也有各色斑块，甚至空调吹出的气体都是黑色的。她吓得不知所措，但旁边的人却什么都看不到，但她能看到他们身上的色块，这些色块代表不同的味道。直到完全冷静下来，她才敢直视自己的眼睛。然而别人见到她就像见到了怪物，没办法，她只能戴上眼罩。这天老吴来接她回家，告诉她她的名字叫初林。原来她失忆了。那晚她像往常一样回家，亲生父母被连环杀手杀害，她拼命跑出来，结果被一辆疾驰的车撞飞。警察老吴在夫妻的手臂上发现条形码一样的标记，想到女孩见过凶手模样，为了保护她，便领养了她，给她改了名字，自己也辞了职。初林忘记了这些，她每次出门都会戴上隐形眼镜，怕吓到别人。在甜品店里，各式冰淇淋的颜色和形状变成了色块。此时一位女士找钱包，小哥说没看到，但初林看到了，小伙帽子里飘出的花色和那位女士身上的一模一样。初林帮女士找回了钱包，隔天开车去采购，撞上了抓劫匪的巡警五格。五格头流血了，还是想着追劫匪，还征用了初林的车。初林记住了他的气味，怀疑他抢的是美容院。五格有点惊讶，初林带着他走进商场电梯，说案件上有同样的味道。结果那层楼是一家浴室。五格没能记住劫匪的样貌，他正要放弃时，初林根据色块追踪，找到了男人的更衣柜。五格守株待兔，成功抓住了男人。完事后，五格想帮初林修车，他们互留了联系方式。就在分别时，一个女人突然喊出林恩雪。五格听到后愣住了，他的妹妹也叫恩雪，兄妹俩从小相依为命。结果那天妹妹出了车祸，他打电话说没大碍，让哥哥去医院。等五格赶到的时候，他竟被人割断喉咙，死在病床上。五格伤心欲绝，誓言抓住杀妹凶手，这也是他拼命破案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调离派出所，进入重案组。这时初林也一头雾水，他从没听说过恩雪这个人，便以为对方搞错了。第二天，五格来到重案组，组长不满他插手此案，为了让他打退堂鼓，交给他一件10年前的旧案，找到凶手才能进入重案组。五格想起了初林，为了测试他的超能力，五格特意藏在高处，没想到初林真的能嗅到他的气味，最后找到了他。然后五格又拿出几个纸杯，随机放入糖果，初林一眼就能辨别位置。五格怀疑他是用鼻子闻的，即使捏住他的鼻子，让他站在窗外，初林还是能判断糖果的位置在哪。这下五格终于信了。作为交换条件，初林让他当搭档演话剧。正当达成合作时，又发生了一起案件。模特朱玛丽失踪了4天，严警长怀疑这案子和以前的条形码连环杀人案有关。受害者先是失踪，后来被发现时，手臂上总会有一串刀刻的条形码。当前最重要的是找到朱玛丽。五格和初林拜访了朱玛丽的住处，舍友递出朱玛丽的衣服，初林闻到残留的香水味，舍友又拿出了朱玛丽常用的香水，初林准确说出成分，并记下味道和颜色。他们去了朱玛丽常去的咖啡厅，初林发现一个男人身上有朱玛丽的香味，五格立刻出手，却被同事们拦下。原来男人是当红主厨全在熙，也是朱玛丽的男友。这次失踪案是他上报的，抓错人后，五格急忙道歉。又过了3天，警方发现有人在用朱玛丽的卡，于是全员出动，但男人说卡是捡来的。跟着他到现场，果然发现了朱玛丽的钱包，大家瞬间猜测他遇害。五格让初林检查钱包，初林说上面有皮革和水腥味。五格通知上级可以沿着河边寻找，但上级不信，坚持在钱包附近搜查。这晚初林刚好和朋友一起吃饭，朋友用的是朱玛丽同款钱包，说看起来像皮革，其实是不做的。初林立刻打电话告诉五格，朱玛丽肯定离过皮革厂特别近，否则怎么会那么大味儿。他们一家厂子一家厂子问，终于查到某皮革厂向河里排废水，钱包可能遭污染了。于是他们沿河寻找，却发现了车祸的痕迹。转身时，初林闻到了朱玛丽的味道，竟然散发到了河中央。这时搜查大队还在山上，五格打电话说找到了人，组长一脸震惊。但当来到现场，朱玛丽的车真的被打捞上来了，
坐在车里的他早已没了呼吸，手腕上有串刺眼的条形码，连环杀人案证据确凿，伍格因此留在重案组。接下来调查中，警方找到了与朱玛丽车相撞的车，肇事者是一男一女，他们说车当时停在岸边，没看清撞进河里逃逸。行车记录仪验证了他们的话，检查结果也显示，朱玛丽在落水前就已死去。为了迅速让凶手受惩，严警长去找老吴，向他询问目击证人崔恩雪的下落。其实崔恩雪就是初灵，可是老吴不希望凶手找到他，便谎称崔恩雪已死，自己也不想卷入连环杀人案。另一边，伍格找到朱玛丽最后联系的人，私人医生千白金。面对伍格的询问时，千白金表示自己前几天在济州岛，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晚上，伍格去找初灵，本打算请他吃饭以示感谢，谁知吃到一半，初灵的隐形眼镜掉了。邻桌小孩无理地说他是怪物，初灵急忙跑走，伍格连忙追了出去，陪他在公园聊天。原来伍格身体也出了问题，看到妹妹惨死后，伍格受到巨大刺激，后跑到水族馆上班，不吃不喝，昏倒后醒来竟失去感觉，吃饭没味，挨打没感觉，成了别人眼中的怪人。第二天，初灵演话剧，伍格本打算与他搭档，但法医却在朱玛丽胃中发现了一条钥匙项链。舍友说他总把日记锁进一个箱子，可警方打开箱子，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接着舍友提到全在熙和千字经一起来过，伍格迅速找到两人，结果发现全在熙拿走的是朱玛丽的衣服，他是为了烧掉衣服避免触景伤情，千白金只是陪同而已。三个人关系一直不错，案件因此陷入了僵局。伍格忙于调查，结果只有初灵一个人登台，老板生气地把他赶回家，他很委屈，出去买醉。伍格看见后非常自责，想送他回家，却不知道他住哪，只能先带到警局。碰巧严警长还在，看到初灵时，他愣了一下，然后查了过去的案子，发现初灵和他在找的崔恩雪很像。直到伍格说出初灵的名字，严警长才觉得是自己多心了。第二天早上，初灵酒醒了，虽然在警局过夜很丢脸，但他仍旧没原谅伍格。伍格得知他因此丢了工作，赶紧去找初灵的老板，用几个冷笑话逗笑了老板，帮初灵找回了工作。这时公园又出了一起命案，死者胳膊上有条形码，但作案时间与之前的不符，完全打破了凶手一年杀一人的规律。初灵站在一旁，他发现死者身上的气味很奇怪，通常整套衣服的味道是一致的，可死者裤子上有烧酒、啤酒和冰淇淋的味道，上衣上则是炭火烤肉的香味。他们猜测死者生前去过烤肉店，可拿照片问店主后，店主说死者没来过，而是他的一帮同事。正如老板娘说的，同事们承认去过那家烤肉店，那死者身上的味道又从何而来呢？严警长带队在原地蹲守，对外放话说凶手在现场遗留了证据，可等了一夜也没人出现。直到临走时，卓刑警捡到了一根钢笔，指纹配对后发现钢笔属于千字经，于是迅速逮捕他。组长坚信千字经是连环杀手。这时伍格接到了初灵的电话，原来初灵去了死者工作的健身房，一个教练身上散发着特殊气味，这种气味卓刑警身上也有，是婴儿药膏的气味。伍格紧急赶往健身房，男子在恐惧中坦白，承认因为钱的事掐死了对方。卓刑警作为兄长前来善后，让弟弟和死者换了衣服，制造连环杀人案的假象，偷了千白金的钢笔，故意嫁祸给他。兄弟俩被抓，后悔莫及。严警长则对伍格更信任了，决定让他继续调查条形码连环杀人案。另一边，全在熙的狗狗丢失，追赶时不慎撞到了初灵，带他去医院检查，负责的医生正是千白金。当发现初灵胳膊有手术疤痕，千白金似乎想起什么，确认初灵3年前出过车祸。他翻找出一张晨光片，上面名字竟是崔恩雪。不久，全在熙的餐厅开张，警方受邀参与。刚到楼下，一名厨师突然砸到车上，伍格抬头一看，居然是全在熙。大家火速冲到楼顶，门被反锁，现场只有全在熙。伍格立刻逮捕他，但他拒绝承认自己是凶手。初灵看向死去的厨师，他身上有浓烈的艾草味，脖子还有勒痕，可是全在熙手上没有任何气味。初灵断定他不是凶手，他想起刚才见过一个男人，手上艾草味很重。初灵把真相告诉伍格，但伍格依然怀疑全在熙。审问时，初灵到全在熙家帮忙照看狗狗，看到红酒箱时，
闻到了朱玛丽的香水味，他回过神想起，他们确实是情侣关系。抱着狗狗准备出门时，正好碰到来取账本的千白金。全在熙让他来拿账本，因为在警局，怕警方搜查时会发现公司的财务问题。全在熙特别提醒，账本放在了红酒箱里。千白金把箱子带回医院，但第二天出门的初灵无意间看见了那个男人，他跟着一股艾草香进了一条巷子，男人突然出现在他身后，拔出了一把匕首。初灵吓得掉头就跑，慌忙躲进了公共厕所，但是男人紧追不舍，很快用刀胁迫他。幸运的是武格及时赶到，男人见状打不过，急忙逃跑。初灵的衣服上却留下了他的气味，那是一种混合着多种花香的气息。初灵推测这个男人开了家花店，警方通过附近的排查，迅速确定了嫌疑人。武格冲进去将那人制服，没想到花店里还种有大麻。男人本想在餐厅偷偷贩卖，被厨师制止后，两人在天台发生争执，最后男人掐死厨师并推下楼。等全在熙来找食材时，男人躲在门后，然后离开并把门反锁，想把一切嫁祸给全在熙。警方再次表示道歉。连环杀手嫌疑人锁定为千白金。3年前他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曾在济州岛的医院工作，那段时间崔恩雪一家被害。另外武格还发现妹妹当时与崔恩雪同在一家医院，原来凶手杀错了人，只因同名同姓，妹妹就遭殃了。武格崩溃，直接跑到千白金诊所，说可怜的妹妹根本不是目击者。严警长忙拦住他。第二天千白金准备出国，离开前再看了 X 光片，回想武格的话，还想起初灵胳膊上的疤痕，瞬间明白了，崔恩雪改名初灵，是连环杀人案的唯一目击者。为了感谢初灵，全在熙给了他餐厅工作。见到活泼开朗的初灵，千白金回诊所写信，原来他曾在济州岛医院见过初灵，当时他因车祸昏迷不醒，千白金的妻子在等心脏移植，他无数次希望初灵死掉，甚至拿出了针筒，最后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现在看到初灵健康无恙，千白金想写信向他道歉。随后他联系了武格，说约见谈要事。会面前他去还全在熙的木箱，想打开看看里面的东西，结果却划伤了手。出于好奇翻开本子看了一眼，那根本不是财务账本，是朱玛丽亲笔写的日记。最后一页上甚至还贴着条形码纪念照。千白金这才明白，真凶其实是全在熙。他匆匆合上箱子，可是全在熙回来了。千白金顾不上手指流血，说了几句话就慌忙离开。全在熙注意到一切反常，他翻了日记本，发现了千字经的血迹。这时千白金拼命赶往教堂，但他不知道武格刚和初灵联系过，还在全在熙面前接电话。结果在武格到之前，全在熙先一步到了教堂，千白金最终难逃一死。武格徒劳无功地回到警局，组长请大家聚餐，初灵也受邀参加。上菜速度非常慢，吃完饭他们准备离开，一个老奶奶端着盆去了隔壁。初灵看到盆里的钱，武格觉得有蹊跷，跟进去一看，这家店果然有问题。其实那屋子里是非法赌场，吃个饭还能破大案。组长高兴得不得了，但没多久他们就收到消息，千白金失踪了。武格又找全在熙，但什么也没问出来，只知道千白金近期想要出国。严警长觉得不对劲，既然要出国，怎么没有出国记录？武格开始调查受害者身上的每一个条形码，发现这些条形码确实存在，并且都来自同一家倒闭的出版社。武格推算出了下一个条形码编号，却不知道全在熙已经打印了这个编号，并贴在了新的日记本上。当天夜里，全在熙弄来了千白金的车，把护体藏在车里，然后开车到餐厅，扔下车钥匙，故意把厨房弄乱。离开前给微波炉设定时间，打车回到家，弄来一辆货车，把千白金和车装进去，换好车牌，戴上帽子口罩，一路开到郊外，最后往千白金身上倒酒，拿走了他的随身物品。回到货车上，代驾打来了电话，全在熙让他把车从餐厅开走。这个场景正巧被回来的厨师长看见，随即打电话给全在熙。全在熙说在研究新菜，因为食材不够要回趟家。厨师长进厨房一看，果然是菜做一半的状态。不久代驾就把车开到目的地了。全在熙用电话告诉对方前的位置，接着他扔掉手机卡，换了衣服后又回餐厅了。厨师长陪他加班到早上，但当初临上班时，全在熙却没认出他来。原来全在熙有人脸识别障碍，
难怪当初误杀了人，没发现初林是目击者。乐于助人的初林承诺将来会对全在熙多加照顾，可闺蜜此时遇到了麻烦，他们打工的咖啡店少了一笔钱。同事小玉昨天也去过咖啡店，面对警察的询问，她却拿出了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说自己昨天和男友在外面玩。闺蜜怎么解释都没用，最终被当成小偷指控。初林拉着五格去找证据，他们到访了小玉去过的每个地方，拍了同样的照片，官油车上亲吻照，两人顿时尴尬，但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还是一样画葫芦整了一张，气氛有些微妙。他们到了最后一站，却没找到照片里的咖喱店。这时初林的鞋子也不舒服，五格带他去身后的鞋店，他一进门就闻到了浓浓的咖喱味。老板娘说电视上周刚开的。五格快速思考，确认小玉用的是旧照片，为朋友脱罪，给小玉戴上了镯子。下班后五格打算送初林回家，但到地下车库时发现千字金的车停在附近。五格急忙推开门，千白金满身酒味，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五格有点崩溃了，不敢相信杀死妹妹的人竟然就这样死在眼前。严警长派人验尸千白金，大家以为他畏罪自杀，直到看到那串条形码，才知道还有另一个连环杀人犯。一直以来的调查方向都是错的。这时初林发觉千白金身上除了酒味还有一种从未遇到的气味。严警长调出了警局的监控，发现驾车的是一个男人，于是他们赶紧调查他的身份。可抓到后他却说自己是代驾，昨天接到电话来郊外开车，打开门一股浓浓的酒味扑面而来，以为千白金喝醉睡着了，根据电话里的指示把车开到警局。警方查不到那个号码的任何资料。一位目击的大妈也说千白金的车前天晚上就停在郊外。案件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五格觉得全在熙有嫌疑，毕竟他认识两位受害者，但面对五格的质问，厨师长却给全在做了不在场证明。晚上全在熙想起千白金生前的话，黄金鱼会和孤独的男人见面，他确定千白金肯定留了什么，于是到码头的集装箱翻找他的行李。另一边五格也想查看千白金的遗物，两人前后抵达。全在熙发现了两本书，上面有千白金提到的关键字。这时五格也到了集装箱外，全在熙立刻撤退，假装检查箱子。五格进去后什么都没发现，回神觉得刚才那人有点可疑，追出去找人时，那人迎面冲撞他并大步离开，紧接着腹部一热，低头一看竟是鲜血喷涌，五格倒在地上，幸好有工作人员巡查，及时送人去医院。初林听说后赶忙过来，他哭得泣不成声，连严警长也看出他已经爱上五格，真心担忧他。为了抓住凶手，严警长决定闹大些声势，说五格看见了凶手的样子，一下子还没醒过来。全在熙回家换了套衣服，他拿着那两本书细细琢磨。第二天找初林打听五格的情况，得知他醒来后可以描述出凶手的样子。全在熙的表情微微变化，严警长分析出凶手的作案动机，他以前每年才会杀一个人，突然杀掉了千白金，还去集装箱附近转悠，表明千白金死前知道了他的身份。严警长安排大家保护五格，而全在熙也做了些便当，说要陪初林看看大家。几天没好好吃饭的大家忙着分便当，完全没注意到全在熙悄悄溜进病房。就在他准备掏出什么时，严警长突然现身，让他停下动作。他冷静解释，担心五格来查看。严警长沉默。深夜，一男人走向五格病房，众人紧盯守护。五格手里紧握枪，一声枪响后，大家发现是一场恶作剧。原来凶手早已知晓计划。五格有些失落，男人告诉他们，自己是接到邀请才被雇来的。这时全在熙在车上丢掉电话卡，他确实去过医院，但看到警察玩枪时，他就知道是陷阱，借此机会给五格上了一课。五格回想，凶手大约178厘米，体型较为魁梧。严警长觉得这还不够，开始查看道路监控，想查清千白金的车怎么到了郊外。这时有个同事看着俄罗斯套，哇，灵感来了，如果把车藏进大卡车的车厢，就能轻松躲避监控。按照这个思路继续查，果然发现有一辆货车经过，在和朱玛丽的车祸现场一对比，原来是同一辆车，但画面太模糊，无法确认凶手是谁。全在熙为千白金办葬礼，五格很想知道千白金生前到底要告诉自己什么。严警常建议见一个人，说他可能更了解这件案子。他们找到了老吴，老吴还是说崔恩学已经死了，他以为这样能保出林周全，
却不知全在熙已经知道目击证人还活着。原来每次杀人之前，全在熙都会囚禁受害者，逼他们写下自己的一生。千白金在日记里留了线索，可日记一直在全在熙手里。通过这些文字拼凑，发现证人还活着。全在熙假装帮千白金收拾遗物，发现了标有崔恩雪名字的 X 光片。五格偷偷跟踪老吴，想要找真正的目击者崔恩雪。在巷口碰见初灵，五格只能放弃跟踪，先把初灵送回家。五格不知道老吴是初灵的养父，为避免初灵卷入连环杀人案，老吴决定暂时与他分开，独自去外地工作。全在熙掏出初灵妈妈的日记，记载了初灵的各种喜好，还有他最爱的海带汤的做法。全在熙特意在镜头前展示，希望能找到崔恩雪的线索。但节目播出后反响平平，最终初灵舍不得浪费食材，把汤全带回去给五格喝。聊天时，初灵尝了一口，熟悉的味道让他忍不住流泪，脑子里浮现一个女人的模样。五格想帮他找回记忆，于是带他回警局进行人脸合成。这时严警长突然开会，监控中的货车使用了假牌。根据五格身受刀伤来看，凶手一定一直盯着警局。为了引出凶手，警方伪造了一份崔恩雪的出院记录。和现在的住址相比，全在熙雇人去调查。五格这边接到消息，立刻带队埋伏在周围。晚上女警员假扮崔恩雪走出去，一个男人很快跟上她。当男人叫出崔恩雪的名字，女警员立即制服他。其他人见状立刻冲出来。那男人说他只是收钱办事，负责喊崔恩雪名字。突然五格注意到一名男子站在不远，男子要转身离开，五格立马追上去。男人跑进一栋大楼，从窗户逃走了。拼命追赶的五格被车撞倒，好在留下了血迹。原来他跳出去时被钢筋刮伤。警方迅速检测血迹，严警长怀疑凶手是全在熙，不仅因为他和受害者有关联，还因为他的体型和身高与目击者的描述非常吻合。在 DNA 结果出来前，严警长找到了全在熙，他6年前回国，和犯罪时间完全吻合。严警长询问了他去世的养父母，他停顿了一下，说2人死于火灾。严警长问他们关系如何，这次他打断，说一家人关系不错，反问他为何当警察，家人被害了吗？原来严警长的父亲是受害者。看到全在熙如此淡定，严警长转移话题到他的衣服上。全在熙乖乖脱掉外套，果然手臂缠着纱布。回警局后，严警长立刻发搜查令，还限制了全在熙出境。五格去采集 DNA， 全在熙连连否认，拆纱布说伤口是做菜弄的。五格根本不信，和同事强行取了 DNA。 等到第2天，基因比对结果居然不对。严警长没想到自己会判断错。五格找到全在熙道歉，全在熙借用他的手机偷偷装了监听软件。晚上全在熙看着手上的伤口，其实那天他就在现场附近，但碰巧有个纵火犯。五格以为跳下去的是全在熙，其实他一直藏在楼下，发现钢筋上有纵火犯的血迹，于是故意弄伤了自己的胳膊，借此戏弄警方。这天严警长约了初灵，打算帮他再拼一次人脸。等到照片打印出来，严警长惊讶地发现初灵记忆中的女人竟然是海女夫妇案的受害者之一。严警长突然想起什么，他调查了初灵的家庭，发现老吴竟是初灵的养父。严警长立即明白，初灵其实就是目击者崔恩雪，但他没有告诉五格，因为他们已经在一起了。如果五格知道妹妹是替初灵死的，他一定会更加痛苦。隔天五格在街上碰见了老吴，他向警察厅掌问了连环杀人案的进度，临走时还留了现在的工作地址。五格打电话告诉严警长，却没想到一切都被全在监听。不久，警方抓到了那晚的纵火犯。想起全在熙胳膊上的伤，五格突然明白，全在熙那晚也在场，不然怎么知道纵火犯胳膊被划了？他的目的在于戏弄警方。五格又一次来到放置签字经遗物的集装箱，这次他发现书架上少了2本书。与此同时，全在熙来到了老吴的工作地点，发现老吴正在挪车。全在熙假装被撞倒，骗老吴送他去医院，与赶来的严警长擦肩而过。事后全在熙请老吴喝咖啡，想套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得知老吴曾是警察，办过连环杀手的案子后，全在熙马上闭嘴，不再多问。这时五格偷偷潜入了全在熙家，他刚进地下室，还没找到秘密暗室，全在熙就回来了。今天他们要一起参加节目。五格藏在门后，但被初灵闻到了他的味道，然后赶紧打翻了瓶子，给了他趁机逃跑的机会。
回到警局后，严警长把武格叫到一旁，要求武格退出调查。武格很疑惑，之前明明说好了，不透露他是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同事们知道后表示同情，但武格请求他们引开严警长，偷偷打开了他的电脑。原来初灵就是崔恩雪，他的妹妹只因为名字一样就被凶手杀害。此时初灵正在帮全在熙，全在熙让他去地下室找菜谱，他不小心打翻了书，里面竟然有签字经的信。初灵明白自己其实是崔恩雪，他去找老吴确认，老吴承认当年领养了他，但他不想透露案件的细节，怕凶手再找上门。另一边武格依然没放弃，主动约见全在熙，确认他与连环杀人案的关系。全在熙说话有保留。这时武格的手机响起，全在熙口袋里的手机也响了一下。武格预感有异，于是放走了全在熙，回忆起那天全在熙借了他的手机，他才意识到自己被监听了。他想去找老吴，却发现全在熙动作快，已经带老吴离开。武格也来找同事，他特意打电话给同事，知道全在熙在监听，便故意说自己会抓到他，恢复了手机的出厂设置。武格没有接初灵的电话，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初灵去警局找他，却意外听到他妹妹的惨死真相，他既难过又内疚。生日那天武格还是来了，他假装没事陪初灵庆祝，初灵更加自责，于是提出了分手。第二天他主动去找严警长，他想恢复记忆，回想凶手的样子，前提是武格也能参与。严警长答应了。全在熙把老吴带回家，要答谢他之前的帮助。全在熙故意提到连环杀人案，老吴说被害者家属成立了一个协会，自己会帮他们抓住凶手，而且目击者还活着。全在熙眼神变得凌厉，他诱使老吴喝下一杯酒，用老吴的手机给他女儿发短信，叫他独自前来接父亲。警方也同时定位到老吴的手机。初灵先一步抵达，发现屋里没人，他拨通了老吴的电话。全在熙看见来电显示，悄悄走到初灵背后，他试着喊出崔恩雪的名字。初灵惊慌地转过身去，他的脸在全在熙面前不断变化。由于脸盲症，全在熙认不出初灵，他摸摸初灵的头，问他还记得自己吗？这时家里突然停电，不敢出声的初灵跑掉了。黑暗中他闻到了武格的气息，靠后全在熙追出来，武格把他打晕，掏出手枪准备解决他。初灵急忙阻止，他不想武格因这个混蛋毁掉自己的人生。他们回到房子里，武格进入地下室，初灵焦急地找父亲，但突然眩晕倒地。武格带他去医院。全在熙醒了，同事赶来向他询问老吴的下落。他说老吴醉了，在楼上睡觉，并以无搜查令为由拦住他们不让进屋。回屋后收起麻醉剂，删掉发给初灵的短信。老吴迷糊醒来，以为自己真喝多了，他帮全在熙解释，两名警察只能先回去。全在熙跟踪老吴，确定位置信息。医院里初灵告诉武格，全在熙有人脸识别障碍，他刚暴露了自己是连环杀手，只要初灵不再穿今晚的衣服，他们有机会潜伏在他身边，找出杀人证据。武格不想让初灵冒险，但初灵知道自己是崔恩雪，内心愧疚，决定和武格做回陌生人。第二天严警长找到老吴，老吴承认初灵就是崔恩雪，为了保护他决定分开居住。可是当初灵回到家时，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桌上的照片不见了。武格坚信照片是全在熙拿的，他给初灵找了其他住所。此时全在熙端详照片，看着女孩的脸不断变化，全在熙愤怒不已，最后只能在背面做记号，眼神充满杀气，想着什么。隔天初灵去了警局，没恢复记忆，无法指控全在熙。他决定继续在全在熙身边卧底，收集他杀人的证据。警方为初灵准备了对讲机和隐形摄像机。这天全在熙刚好录制节目，初灵准时到场，并在地下室安装了摄像机。可录到一半时，导演突然让初灵上场。全在熙到处寻找，初灵从电梯出来，解释说想找洗手间。全在熙未起疑心，晚上拿出了初灵照片，避免再杀错人。他打电话雇了杀手，全过程被摄像机录下。警方得知全在熙将交照片给杀手，制作了一张合成照片。第二天去上班，初灵趁全在熙脱下外套时，偷偷换掉了他钱包里的照片。全在熙准备去见杀手，初灵拦住他说，昨天把卡包落在他家了。全在熙把家里钥匙给了初灵，初灵准备回去拿摄像机，但给武格打电话后，他把手机忘在桌上。
与此同时，全在熙接到了杀手的电话，杀手说周围全是警察。全在熙马上感觉有问题，打开钱包一看，背后的标记果然消失了。他立刻回家，仔细检查每个角落。伍格发现后急忙联系初灵，结果他没接电话，反而进了全在熙的家。全在熙也发现了监控，并对着屏幕冲伍格喊：怎么样，找到你要的东西了吗？伍格立刻赶去全在熙家。此时初灵已经下了电梯，看到全在熙出现在面前，初灵立刻语塞。全在熙假装让他找东西，但眼神已经很凶狠。出来后，初灵想离开，全在熙却坚持请他喝杯咖啡。初灵手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他意识到咖啡被人动了手脚。这时门铃突然响了，伍格到了，说要和全在熙单独聊聊。全在熙带他下了地下室，并提到刚才发现了一个隐藏摄像机，而初灵则是想取走它。伍格说摄像机是他放的，全在熙要他把它找出来。庆幸的是伍格知道位置，全在熙勉强相信了，并警告伍格再闯家门就杀了他。出来后，初灵告诉伍格，全在熙家里有种特殊味道，这味道在千白金的尸体上也有。伍格把初灵能看到味道的事告诉大家，希望彻查全在熙的家。大家不信初灵有超能力，最后严警长亲自实验，让大家故意穿错警服，没想到初灵凭味道全认出来了。此时罪犯逃出警局，大家齐刷刷看向初灵，他闻了闻罪犯的衣服，立马确定罪犯在车后备箱。所有人都开始信任初灵，但搜查全在熙家又成了新难题，因为他总有不在场证明，不能随便颁布搜查令，必须找到合适的理由，只能举报全在熙家的建筑有问题。全在熙也开始回想这几天的事，警方要更换照片，说明那上面的确是崔恩雪，但知道他有人脸识别困难的只有初灵，他为什么要帮警察呢？思考中，全在熙打开了密室，他翻出初灵母亲的日记，上面写着初灵的名字。全在熙记住了。另一边，伍格接到电话，消防队同意查全在熙的家。伍格带人过去，故意弄乱地下室，还挑衅全在熙，想让他把自己带进密室。不过全在熙没有上钩，他联系了崔恩雪的老同学小美，假称自己也是崔恩雪的朋友，让小美一有消息就告诉他。警方也开始找认识初灵的人，希望能帮助他恢复记忆。初灵虽然不记得以前的朋友，但很高兴再见到他们，于是他决定办个聚会。小美收到消息，立刻通知了全在熙。警方为了防止意外，时刻保护着初灵，同时还发现全在熙曾在医学院学习，他最拿手的是麻醉。然而在做完心理测试后，却被医学院开除。伍格怀疑测试结果认为全在熙不适合当医生，而他选择当厨师，可能是因为能够宰杀活物，满足心理需要，并且每位受害者都是窒息死亡，他们更加确信全在熙是变态杀人犯。为了保证初灵的安全，聚会当天，伍格彻底检查了每一间房子。然而全在熙伪装成一个老人，低头没被发现。他坐在初灵旁边，记下了他的衣服。严警长在全在熙家门口安排了人手，但他们没看到全在熙出来。严警长松了口气，不知道全在熙就在初灵身边。知道了初灵失忆的事，大家议论纷纷。初灵回答时，全在熙觉得声音很耳熟，有位同学提到初灵上过节目，还是和国内最有名的主厨。全在熙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被骗了，原来初灵当年亲眼目睹了。全在熙紧握叉子，聚餐快速结束，隔壁出来俩男人让伍格起疑。伍格跟了过去，发现俩人竟是乞丐，原来有人故意伪装。伍格急忙找初灵，此时初灵正在送客，全在熙一路跟随，趁他不注意从身后注射麻醉剂。伍格回来时遇到了初灵，被掳走的人竟然是严警长。他准备了一套和初灵一样的衣服和发型，在角落里替换了初灵。伍格马上赶往全在熙家，他不知道抓错了对象，沿着暗道把严警长带进密室。看到他醒了，还隔着玻璃说：现在是叫你初灵还是崔恩雪呢？严警长差点笑出声，而全在熙听到他的声音，显得非常震惊。几分钟后，伍格赶到，打倒全在熙，用枪逼问严警长在哪。全在熙冷笑回应，称自己一直在屋里。伍格冲到地下室寻找，严警长通过监控看到他，即使喊破喉咙，伍格也没听到任何声音。警局里大家讨论营救方案，他们担心严警长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果不其然，全在熙拿出了日记本，要严警长写下自己的一生。伍格那边则把一名气功带到全在熙的餐厅，
问他昨天是否见过全在熙。气功上下打量着，却不是全在熙，是一位年长者。晚上，全在熙检查了严警长的日记，高中时期记载不够详细，他要求严警长补充内容。严警长故意弄掉钢笔，弯腰时打开项链中香水，并抓住欲离开的全在熙，将香水蹭到他手上。第二天，全在熙参加签售会，初林走到他面前，闻到了他手上的严警长香水味。初林想用自己交换严警长，突然五格冲了进来，把垃圾桶扔向全在熙，带着初林走了。后来全在熙去审讯严警长，严警长拒绝回答。他说日记写完的那一刻，严警长的末日到了。看到全在熙对日记本的执着，严警长突然明白，全让每个受害者写日记，是为了在他们死后占有他们的人生。全在熙的心理有问题。严警长提起他的脸盲症，这并不是天生的，多半是因为受过虐待，对人产生了恐惧心理。全在熙有些不舒服。严警长继续说，他的大脑在排斥人脸，因此才想拥有别人的人生，当自己所有的想法都暴露时，全在熙建议和严警长玩问答游戏，答对可以延长3小时寿命，否则就缩短3小时。如果不回答，48小时后会立刻死。他让严警长猜自己想不想杀初林。严警长说不想，他表情好像被看穿，却不肯承认，说要缩短3小时寿命。晚上初林收到短信，全在熙同意他和严警长交换，并告知见面时间和地点。初林告诉了五格这件事，警方怀疑全在熙通过暗道出入，于是想利用初林做诱饵，等全在熙一出来，让他身上沾上特殊味道。初林撤退后，全在熙肯定会沿暗道返回，到时初林跟着味道找就行了。严警长那边也在拖延时间，他问了全在熙3个问题：千白金为什么死了？朱玛丽的日记本在哪里？给人体刻条形码，是不是因为记不住长相？全都被全在熙说了。第二天，初林按照短信到了商场的储物柜，发现了部新手机。全在熙警告初林，要是他发现周围有警察，交换立即终止。此时五格在附近，初林装作不认识他，前往新地点。可全在熙不停更换路线，直到初林抵达一个公园。全在熙指示他打开椅子下的餐盒，用麻醉毛巾捂住嘴巴。初林毫不犹豫，看着他倒下，全在熙也下车了。警方趁机装了定位，并且在脚垫上倒了特殊液体。等全在熙找到初林时，一位大叔突然现身，大喊着要送初林去医院。错失机会的全在熙回到车里，一路开到一个建材厂，顺着暗路回到了地下室。这时初林在救护车上醒了，警方追踪到车的大致位置。五格拿出刚到的除臭剂，这东西普通人看了无色无味，但在初林眼里却呈现带颜色的色块。根据标记找到车后，初林在地上发现了那个味道，他带领大家一路前行。可天突然下起大雨，味道迅速消失，初林一时间找不到方向。全在熙还在翻看严警长的日记，他觉得书里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对他说如果愿意写出来，就能延长他的寿命。然而严警长拒绝了。全在熙不理解，为什么他不能像别人一样，临死前毫无保留地记录下自己的一生。严警长听后笑了，然后讲了一个受害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受害者并没有记在日记里。全在熙难以置信，自己的人生是假的。他打印新条码，贴在严警长的日记上。初林几人来到餐厅讨论对策。五格看到一个小女孩在画画，黑色颜料涂在白纸上，然后白色星星出现了。五格立刻察觉到，初林英语看不见臭味，表示除臭剂被冲淡了。若分离雨水，臭味仍会残留。他们铺木屑在地，味道果然显现。初林带领大家继续前进，最终在一堆木头中找到了暗道入口。全在熙还在想着怎么解决严警长，他找出刻条形码的工具，按下开关，大量麻醉气体涌入严警长的密室。就在这时，五格几人冲了进来。全在熙完全没料到，他转身冲上楼，想拿走所有的日记本。五格追了上来，全在熙被击中一枪，但依然艰难地向外爬行。门口警察已经聚集，全在熙被按倒在地，眼神紧盯着。五格拿起那些日记本，在审讯室里，全在熙始终拒绝开口，直到五格点燃了日记本，全在熙终于崩溃，承认了所有罪行。这晚初林睡得很好，梦里回忆起一切，包括爸妈的样子。五格一直陪着他，妹妹的仇报了，他们决定重新在一起，筹备结婚。而全在熙只能待在冰冷的监狱里，
他杀了很多人，为了获取他们的人生，填补内心的空虚，但他得到的只是片段，无法感受每个人的真实情感，最终迷失在自己的规则中。所以人不要妄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用伤害别人来满足自己。